君。为何定好的60年生死劫，却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可是你煽动了本帝君的安排。小仙可不敢。此事确有奇怪，那运布上本来还有很多的字，可突然消失无踪了。也许是帝君有别于其他的神仙，这历劫历得很是不同啊。帝君如此快地回到了天宫，身子可有什么异样？本帝君失去了9成法力。什么？不过或许是因为原定在凡间的劫难没有历完，被上苍惩戒。或许过几年就会好了。这件事你先压下来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是。小殿下既然报完恩了，就再与那东华帝君没有关系了。快喝点粥吧，看你在凡间都饿瘦了。咪姑，你告诉我，帝君在凡间是被我气死的，我这样是算报恩了，还是又欠了他一次？小殿下，你当真要这样算，就真算不清楚了。可若算不清楚的话，我便放不下。咪咕说一句小殿下不爱听的话，就算真的算清了这笔账，小殿下你就真能放下东华帝君吗？咪咕，你问到我心里去了。你来告诉我，我与他真的就只是报恩的关系吗？那我在凡间那么多年的相伴，又算是什么？我在凡间时常看些戏本子，有的恩情抱着抱着就长相厮守了，有的恩还完就各奔东西，不再有干系。你说，我和帝君会是哪一种？是我在问小殿下，小殿下怎么把难题又丢给我了？阿爹，还想逃到哪儿去？女儿不孝，请爹打吧。阿爹，女儿错了，求你别打了。二哥，手下留情啊！我们白家可就凤九这一个孙子辈的女娃，要是真打个半死，可是没法交代啊！我白家的脸都被这丫头给丢尽了，打死也罢。哎呀，那可不行啊！二哥，你看，大哥和我都没有孩子，小五的婚事也是遥遥无期，怕是100年之后，我们青丘五皇的地位都要传给凤九这个丫头。你可千万要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啊！其实姑姑她都有儿子了。什么？就是那个太子的儿子啊，虽然说是个继子，但也算是半个儿子吧。哦，原来是夜华君啊！
凤九，你要吓死你四叔了。那夜华已经有个儿子了。二哥，你没有听说过吗？我倒是听人提起过。几百年前，我和他还有过一面之缘，助他平了北荒的叛乱。说起来，他还颇有储君的气度。只可惜啊，那龙族不同于我们九尾狐一族，最喜好扩充后宫。小五还没有嫁过去，就多了一个继子，还是个很受宠的长子。这口气，我还真是咽不下去。从小到大，能让小五上心的，也不过一个墨渊上神。你看着，说不定这婚很快就退了。你给我过来！二哥，你先消消气，先放过他。小五此时正在西海独自一人守着墨渊的元神呢。我怕他闷，就让凤九先过去陪他。你还不去西海找你姑姑去？是四叔。哎呀，幸好有四叔在，幸好有四叔在。你是元真？正是。你是来找我姑姑的吗？她不在狐狸洞里。哦，不，是，也不是了。到底是还是不是？你快些说，我还有急事要走呢。其实我是来找小殿下的。在凡间的皇宫里，你和我和你没有半点关系。其实我对你没有一点意思。那在汤池那件事情是有苦衷的。简而言之，我和东华帝君有个情结，你是被牵连的。那便好，那便好。你怎么也回来了？你历劫历完了？原本也没这么快，只是帝君就是凡间的父皇，因为我被气死，于是我在凡间便以死谢罪了，就回来了，没有历满60年的劫。哦，原来也是因为我被牵连了呀，真是抱歉。没有，倒也算是因祸得福。倒是因为你小殿下和帝君的缘故，让我早早回来，重列仙班。应该是我感谢殿下才对。啊，不必了。您若真的无事，那我先走了。陛下，你看今天天色这么好，让九儿陪你去花园走走好不好？帝君可听说了？青丘传来消息，说是小殿下白凤九年岁已足，正对着四海八荒招亲呢。这白衣上神还真是着急把小殿下嫁出去。
都不等他回到青丘，在西海就开始接拜帖了。你想说什么？随便提一句，毕竟小殿下对帝君而言也算是个故人。送去西海。西海，帝君何时与西海水军也有交情了？你不是说白凤九在西海吗？帝君的意思是送给小殿下。不错。那小仙可否问问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，也好在交给他的时候，跟小殿下能有个说法。你可以自己看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那帝君可有什么话需小仙转告？你跟他说，在凡间他也救过我一次，我们两个算是两清了。这个东西我留着没有用，还给他，当做相识一场的纪念吧。没别的了。你还想有什么？小仙不敢妄自揣测帝君的心思。小仙这就去。姑姑，你说我都躲到西海来了，我爹还是要找到我啊？你呀，就认命吧，让你在这景色宜人的后花园收一收四海八荒青年才俊送来的见面礼，总好过嫁给我大师兄吧。那倒也是。姑姑，小殿下，这是我们东海瀛洲4大凶兽之一的穷奇身上鳞片所制，小小礼物不成敬意，还望小殿下您千万不要嫌弃呀。东海瀛洲有什么好稀奇的呀？我爷爷当年也去东海溜达过啊，而且他还带了神芝草回来呢。不错不错，胡地白纸真不愧是五荒之地啊，竟能以一己之力从4大凶兽那里取到神芝草，真是令我辈神往天上地下再无人可敌啊！那东华帝君呢？帝君他老人家，他老吗？不老不老，虽然老天君在的时候，帝君就已经在了，但他老人家容颜永驻，不老，绝对不老啊！这是由佛祖座下大鹏鸟的羽翼所做而成，这是长海的夜明珠。各位一会儿去前厅留下名帖吧，好让我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哪位仙客送的，可以日后还你。小殿下收了这许多礼，可还还得清啊？司命，司命，你来的刚好，多陪陪他吧，我去睡了。司命，我今日见了这么多人，最让我开心的就是见到你这张脸了。是吗？小仙的脸还有如此的笑容。说吧，今日找我来做什么？恭喜小殿下，虽说用了300多年，但终究还是将这救命之恩给报完了。是啊，这恩报完，我与九重天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司命，你平时不是一直都在关注着凡间万象吗？怎么今日如此清闲，特意来看我啊？帝君吩咐小仙将这2样东西送给小殿下。帝君说了，小殿下在凡间救过他性命，也算是两清了。这2样东西留在他身旁无用，还是送还给你，相识一场，留个纪念。
陛下只要记得，九儿受这一剑是心甘情愿的，不求任何赏赐。我只求陛下能够记住九儿，生生世世记在心里。朕生生世世都不会负你。知道了，这种不值钱的东西还要劳烦行军亲自送来一趟。帝君还真是不近人情。那日逃命，偏就电闪雷鸣，是司命有意为难吗？你是青丘帝姬，并非是寻常女子。有些话，本帝君不说，你也该明白。凤九明白，尘世情缘，尘世情，尘世情缘，尘世间，倒是一句不错的话。帝君，如若真能尘世情缘尘世境，那帝君还来这个破屋子干什么？是有什么忘不掉的吗？帝君可还记得，九儿曾替帝君挡过一剑？我说过什么吗？九儿为陛下受这一剑，是心甘情愿的，不需要任何赏赐，只求陛下能记着，生生世世记在心里。记得。那帝君，我来这凡间历劫，本就是为了尝尽人间苦楚。就算是与你的情结，也是我一人的劫难。凤九，你要明白，你我并非凡人，有缘起之日，就会有缘灭之时。万事都会有个结果，当断不断，害人害己。你说什么？帝君要去应劫？凤九啊，你要想开点儿。你看这天上的神仙，无论多有能耐，阶品多高，都是逃不过一个应劫的，最后都要身归混沌。你看帝君他老人家都活了多久了，也该应劫了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我要亲自去问他。哎，帝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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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哪儿？帝君，帝君！
君，你哭什么？帝君生，凤九便生；帝君死，凤九也绝对不会独活。凤九，别这样。我不。你一个青丘帝姬，无缘无故的跑到这九重天抱着我，你不怕丢人吗？我们都做过数年的夫妻，怕什么？那是渡劫，岂可混为一谈？帝君是否还在介怀我和元贞之间的事情？那都是司命星君命我去做的，我和元贞真的没有任何私情。我知道。反正你在应劫之前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谁告诉你我要应劫的？难道不是吗？反正在你应劫之前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谁告诉你我要应劫的？难道不是吗？你看我这副模样，像是快要死的人吗？倒也不像。我不管是谁说的，反正你就要应劫了。无论如何，在应劫之前，我都不会离开你，我会日日守着你，不会浪费任何时辰在别人身上。你想要吃什么，我就给你做；你想要去哪，我都会陪你去。你爹来了。我爹来了也没有用，我谁的话都不会听的。东华帝君，白衣上神怎么突然到这九重天来了？哦，是为了舍妹的婚事。哦，对，天族和九尾狐一族的婚事是个大事。那我就不耽搁上神了，告辞。爹，你还知道你有个爹呀？爹，不管你这次如何打凤九，我一定会在九重天陪着帝君。你真就如此放不下他？女儿放不下。帝君，你这是被谁给伤了？我爹说，既然我在凡间已经失身给帝君，就要打死我。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，就为了见帝君一面，然后尽了孝义，让我爹打死我。帝君，你这伤，倒像是真的，险些把我给骗了。只是你做戏不能做全套，我碰你伤口的时候，你也该略微躲一躲，喊句疼。疼！学得再像一些。凤九错了，这伤是假的。谁教你的？程昱。三殿下这位红颜知己，别的不会，骗人的把戏
倒总能翻新。是凤九求他教我的，求帝君只怪罪于我，不要牵连他。小狐狸，在凡间那间破屋，我就与你说，当断不断，害人害己。难道你还不明白？我和你的救命之恩已经有了了断。今日你又来我这太晨宫，是为了什么？因为你要应劫，所以我想陪着你。究竟是谁告诉你我要应劫的？不能说。你可知道，我大你多少？你父君还未出生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是这般模样。数十万年，多少个沧海桑田，多少个生灵归于尘土，你都不曾见过。你也不曾见过我双手染血，杀红了眼的模样。你思慕的那个人是谁？是眼前看到的这个人吗？嗯。可是凤九，你眼前的这个人，并非真正的我；和你在太晨宫斗趣的人，也并非真的我；和你在凡间厮守的那个人，更不是我。你眼前的这个人，不仅是昔日定律法长生死的天地共主，还是没有七情六欲，不知红尘为何物。无论你做什么，在我眼前都如同儿戏一般的东华子府少阳君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。你走吧，现在就走。你就这么让帝君给吓住了？嗯，都被他识破了假声，我哪还有颜面留下去啊？哎，帝君过去经历过什么？司命，你给凤九讲讲。话说天君还在襁褓时，帝君就以以战止战，率领座下的诸神平定四海了。当然，小仙知道这些也都是典籍上记载的。哦，帝君都这么老了，难怪要应劫。应劫？帝君要应劫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日日跟着帝君，竟然不晓得？我自然是晓得，帝君是不会在此时应劫的。你二人可知道这应劫是多大的事？帝君曾是天地共主，倘若他要应劫，早就9天同悲传遍四海了。怎么会如此的悄然无息，又让你二人知道？那他不会应劫了是吗？当然不会，而且我敢保证，帝君起码还能再活上几十万年，甚至于比小殿下你还要久。别忘了，他可是这天上地下唯一一个从石头里生出来的神仙，命硬着呢。究竟是谁跟你说帝君要应劫的？程昱告诉我的。啊？我是那天无意间听灵宝天尊和帝君说要应什么劫，我就以为帝君要应劫了。我说小殿下今天过来怎么愁眉苦脸的？你怎么不问问我呢？我才是跟随帝君最久的神仙。如果帝君不要去应劫的话，那我今天这一番作为实在是太丢颜面了。我爹若是知道的话，一定会打死我的。不知东华帝君可有空闲，与我聊一聊我家那个不孝女白凤九。上神请坐。不知上神想要聊什么？我就快人快语，直接说了。
既然帝君与小女曾在凡间有过夫妻的缘分，不知帝君可愿成全小女，与她成亲？虽然我平时总是教训她，不愿让她追在你身后，丢了青丘的颜面。但是，作为凤九的爹，我能看出他对你是痴心不悔。所以今日前来，我想以父亲的身份，为自己的女儿亲自说媒，请帝君考虑考虑这桩婚事。既然上神如此郑重，那我就直说，我和你女儿没有缘分。告辞。出来吧。帝君，你还想闹到何时？我也是听信了旁人的话，以为帝君命不久矣，想要陪您走完最后一程。就算本帝君命不久矣，你又是用什么身份来陪我？我们曾经在凡间，那不算什么。算，在凤九心里，帝君曾经是我的夫君。那只是在你心里。凤九，你想让我说多少次？与我在凡尘那界仅是渡劫，你不要对我抱任何希望。没用，你我没有缘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东华，若你心里没有我，那你为何要去那个破屋子？你是放不下我。若你放不下，为何不愿意去试一试？你我曾经在凡间的时候……好了。为什么你要对我如此狠心？我对谁都如此。不是这样的，不该是这样的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你知道，方才你爹来找我做什么？你爹来求我，让我娶你。我爹求你娶我？不错。我爹求你，你都不愿意娶我？不错。是我的错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我爹他从未求过人，从来都没有。我不该这样，我不该给青丘丢人，是我一直在给青丘丢人。我不该纠缠东华帝君。
道丢人了。好了，走吧。你看我做什么？小殿下今日一早已经离开了。嗯，帝君就没什么想问的吗？你有话就说，没话就闭嘴。帝君曾是昔日的天地共主，虽然后来四海太平，将这君位禅让给了老天君，又传到了今日天君这里。说重点。小仙以为，小殿下为了报恩，随帝君来到天宫，又甘愿下凡为妃，如此这般都得不到帝君的半点疼惜。小仙这个旁观者，也很是为小殿下不值。司命，你可在命簿上拆散过有缘人？这个自然。那你的命簿上写的明明白白，这两个人是无缘人，那他们可还有机会在一起？这除非是小仙赶上吉林，否则绝无可能。如果是在三生石上，注定两人无缘。三生石？我的小姑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怕你爹打你啊？我爹他不管我了。是不是二哥想通了？他不再阻拦你们了？没有，只是我爹知道，无论如何帝君都不会要我了。他来与不来，都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傻丫头，本来以为你哭过就好了，没想到你还是忘不掉的。我怎么样都忘不掉。他对我恶言恶语也好，他欺负我也好，我就是忘不掉。可要姑姑忘了太子殿下，姑姑能做到吗？怪姑姑没有推己及人。姑姑还没有回答我呢，能忘掉吗？忘不掉。老凤凰，你怎么偷听我们说话呀？小殿下，我和墨渊上神已经站在这里许久了。那你们也要回避啊！女孩子在讲话，
怎么就让你们给偷听了？真是没礼貌！你终于醒了啊！凤九，怎么对姑姑的师傅如此无礼？啊，凤九请上神恕罪。方才，我看见上神站在这里，一时没有回过神来。毕竟在炎华洞见过上神睡着的样子有7万多年了，所以突然间见到活的，不对，突然间看到上神如此神采奕奕、震慑四海的样子，一时没有适应过来，还请上神原谅。无妨，正好你今天也来了，不如和我们一道喝酒吧。墨渊曾在我那边拿了几坛几万年的陈年佳酿，正好今日享用。那好啊，喝酒可以借酒消愁。愁更愁。那就等明日再愁好了。我还记得当年你问我要这些酒时，是给小五做生辰贺礼。不错。我也记得，只可惜，当时我一口都没喝上，就被爱慕师傅的瑶光上神捉去了，关在水牢里。那年生辰就是在水牢过的，真是难忘呢。哦，他和瑶光还有这档子事儿。深闺混沌的人，就不要再议论了吧。是徒儿说错话了，自罚一杯。老凤凰，给我讲讲帝君的过去吧。哦，东华，他可是比昔日的墨渊更不近女色啊。怎么又是不近女色呀？他还是不是个男人？小九啊，你可要搞清楚，你心里面的那个男人，可是曾经的天地共主，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。总之啊，我也蛮佩服你的，千挑万选，竟然选了这样一个人。不许你说他不好。你们家的小丫头这酒量，还不如你的1/1000呢。酒量小才好，醉得快。不过哲言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东华帝君不近女色？为了这四海八荒。不错，就是为了这四海八荒。小九，姑姑早。已经不早了，四哥他们都等你好久了。他们在等我。是啊，你也知道，天族和青丘都在筹办我跟夜华的婚事，你要接替我的位子，也该收一收心，早点回青丘了。姑姑，你让我回去接你的位子。青丘这一族，你这一辈就你这么一个小丫头，你不接谁接啊？姑姑也想让我放弃东华。姑姑没有这样说。姑姑要嫁给天族，是不能继任君位的，因为姑姑要嫁去天宫，就无法顾及青丘百姓。可是如果凤九也想要嫁给东华帝君，也是要嫁去天宫的，也无法顾及青丘百姓。姑姑，你明明知道这一点，为什么还要让我继任君位？姑姑的意思是想让我永远留在青丘，对吗？小九，你还是忘了他吧。可是姑姑，你昨晚明明说过，你也忘不掉太子夜华，因为姑姑你喜欢他，为什么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要让我来做呢？小九，你听我说，你跟东华注定无缘，你又何必强求呢？我以为昨晚至少我在姑姑这里得到了支持，就
就算白家所有人都想锁住我，只有姑姑可以给我松绑，让我再去试试，让帝君再喜欢上我。我不想做女君，做女君我就再也去不了九重天了。小九，小九，小九，还是不行。我只是跟他说，让他回青丘继任女帝，他就哭成这样。你们两个呀，一个开窍太早，一个又开窍太晚。算了，交给我吧，我先把他平安送回去。你也跟二哥说，别逼得他太紧。放心，你四哥心里有数。你是他的姑姑，你心疼他；我也是他的四叔，何尝又不心疼他呢？折颜担心墨渊的身子，还要在昆仑虚多留几日，我就先走了。好。我说小殿下，你回来以后就没吃没睡过，就知道哭，你是要把我愁死呀？你愁什么呀？姑姑都不管我了。哎呦，小殿下，尼姑也是从小看你长到大的呀。要我说，你喜欢谁不喜欢谁，还不是你自个儿说了算？继任女君又如何？和喜欢东华帝君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不懂，如果我继任女君，就只能待在青丘了。谁说的？难道不是吗？姑姑嫁给太子夜华，就不能做女君了，一定要嫁去九重天。当然不是啦。你糊涂了。哎呀，你才糊涂了，我的小殿下。姑姑为什么要嫁到九重天去啊？那是因为太子夜华是未来的天君，是天下的主人，所以姑姑要离开青丘，一定要嫁过去，因为姑姑是要做天后的呀。是啊。可东华帝君是什么人呢？是过去的天地共主，早就已经退了。他要是到哪里去，或是待在天上，谁管得了他呀？你说是吧？是啊。所以呀，你就算做了青丘女君又如何？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。在我看来，你要是做了女君还好，青丘女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到九重天议事，到时候啊，你往西面那么一站，帝君在东面那么一坐，每日两两相望，时间长了，不就什么都有了吗？倒也是哦。在迷姑眼里啊，你跟帝君缺的就是时间。你跟他才认识多久啊？帝君不就在凡间对你动了心了吗？要是等时间更长了，帝君怎么能不对你动心呢？嗯，对呀。快，咪姑，别耽误了，快去把青丘女君的礼法典籍给我送过来，我现在就要看。这才是我的小殿下呢。等着，我去地窖给你搬啊。小殿下，这都一整晚了，要不先歇会儿？啊，姑姑很快就要与太子完婚，我这边也不能耽误时辰，早些看，早些继任，也早些到九重天去朝会。就这么少啊？啊，这些仅是一小部分，都是过往青丘的手续。这些你先看看，余下的都被姑姑扔到地窖里去了，有些潮，我先去晾晾干啊。嗯。司命，小仙听闻小殿下要承袭青丘女君之位，特来献上薄礼一份。什么礼？
小仙近日翻阅天族史籍，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，便连夜赶来献给小殿下。又是史籍啊？此史籍非彼史籍，是关于当初帝君还是天地共主时的记载。或许这里面的东西对小殿下有些用处。写东华的。这典籍里写的，可否都是真的？当然都是真的。难怪连姑母都劝我放下他。你给我看这些，也是要劝我吗？小仙只是觉得，小殿下理应知道一些真相。帝君他老人家，并非对小殿下心狠，只是在小殿下还未出事前，他就做了如此决定。帝君对小殿下，并非无情。那一趟下凡历劫，帝君并不是为了尝尽人生六苦，而是为了还小殿下一段姻缘。在天宫，帝君因天命所缚，不能与小殿下相伴。倒是凡间，还可借着历劫逆天而行。虽是短短数年，帝君对小殿下，却也是真情实意。这些就是小仙想让小殿下知道的真相。帝君他是为了我才下凡的。不错。所以，太子殿下在去凡间历劫前，就已经派你们去守住弱水与异界。不错。墨渊方才归来，异界就开始动荡，莫非要有什么事情发生？不想再见到你。帝君，你怎么了？你这一扑用了3成仙法，太过凌厉。难道司命说的都是真的？你从凡间回来之后就没有了法力？不错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？为什么不能大惊小怪？像你这么厉害的人，要是没有了法力，如果有一天遇到危险的话，我在天宫能遇到什么危险？本帝君是因为定下了60年生死劫，却早早返回天界，才暂且失去法力。就算是我，也不能逆天而行，你知道吗？不过，最多1、2年也就好了。
解释清楚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帝君，你不理我，是不是因为三生石上没有你我的名字？你如何知道三生石的事？是折颜还是墨渊告诉你的？或者是你爹？但是他答应过我，绝不会告诉你半个字。都不是，是司命找来天族的史记，上面记载了你禅让君位的事情，是不是真的？你自己亲手在三生石上毁掉了自己的姻缘，没有回旋的余地吗？我不信。不信也无用。三生石定天下姻缘，上面不会有我的名字出现。不只是你，任何人都不会和我有姻缘。不信。不要再胡闹了。我就不信三生石上不能有你的名字。青丘狐尾每一条都能用作执念化成一个法器，我要去三生石上刻上你的名字。那时四海八荒，战事不断。帝君身为天地共主，定仙神之律法，掌六界之生死。为了让自己无懈可击，亲手毁去了自己在三生石上的名字。这三生石是定天下姻缘的，在那上面没有了名字，此生都不会有姻缘出现。所以，帝君无论在世上活多久，终将是孤家寡人。他不是真的没有七情六欲，只是那三生石没有他的名字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对他来说，都只是一场孽缘。小天下，孽缘是什么？明白吗？就像是你们在凡间经历过的一般。你和帝君的感情，此生都不会有善终。帝君，东华帝君，你的名字在哪？在哪？来凤求，我看到。怎么会是这样？不可能！怎么会是这样？我爱的是东华帝君。小殿下，听小仙一句，你若再执迷不悟，逆天而行，
对你没有什么好处，对帝君也不会有好处。你们在凡间相伴数年，这在天上也不过就是数日的缘分，这已让帝君失去了他原有的仙法。虽说这是暂时的，再过1、2年，帝君便会恢复他原有的法力。但这也是一次警示。如果你执意留在帝君身边，你和帝君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孽报。小殿下，回头是岸。花粉我以为你来到，我眼前的泪斑驳，说不尽回波，道不尽难舍的孤独和脆弱被痛牵扯。当你再次说爱我，为什么悲欢再次怎么会是这样？为什么？才恍然懂了，对你的执着是我无法割舍的难过。怎么会这样？都来你找我。心碎到难过，剪不断就破，越想忘记越舍不得。忘了，醉了，以为放下了，却在梦醒后想起你泪滑落。心上谁风和，解不开一朵，三生桃花容几多，相思难舍，清心花一落，愿执手白首，看芳华醉春风。小殿下怎么了？速速送小殿下去青丘。丘尾乎断尾之痛，非常人能受。按规矩，天族使姬不能拿出九重天。你身为司命星君，知法犯法，自去普化天尊拿出灵罚吧。小仙甘愿受罚。